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盘一盘即将到来的特斯拉新款出租车形态的机器人 Cybercab， 算是发布会前我个人的一些猜测、思考、展望和期待。很多的技术解读，相信发布会后再来看也是不会过时的。也欢迎大家等发布会后再回来讨论一下，我哪些猜对了，哪些猜错了。我当然希望是被打脸，希望看到更开脑洞的解题思路啊，因为这是我们都喜爱特斯拉的原因，它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好吧？那先给出结论，这必将是特斯拉最赚钱的，也必将是再次颠覆整个行业的，盘活特斯拉整个产品线的，成为让特斯拉再一次伟大的产品或者说服务。让我们一起揭开特斯拉版 Robotaxi 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背后的科技力量。我是你们的 Wayne， 朋友们，请把好久不见打在公屏上。我们开始。华纳兄弟是美国最大的影视制作公司之一，成立于1923年，而伯克班的制片厂诞生了大量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比如《哈利波特》、蝙蝠侠、超人、大白鲨、黑客帝国、权力的游戏西部世界等等等等。而且回到未来的许多场景是在这里拍摄完成的，特别是那台时间机器 DeLorean 就是在这里加速到88英里每小时，伴随着车体发出蓝色光芒，消失在夜空中，穿越到了过去，实现第一次的时光旅行。那特斯拉为什么要选择华纳兄弟制片厂作为发布会现场呢？还记得之前在 Cybertruck 的解密影片中我说，人们普遍猜测它的设计是在致敬 DeLorean， 其实不然，特斯拉只是在向世人展示如何将科幻变为现实，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We want the exciting things that we see in sci-fi, in like sci-fi movies and books. We want that to come true one day. 如果说特斯拉将 DeLorean 带到现实中变身成为 Cybertruck， 那 Cybercab 又将是谁的替身呢？这就是《银翼杀手2049》中的 Spinner。刚好《银翼杀手》也是在华纳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那特斯拉会不会利用这个桥段来做一个梦幻联动呢？我们期待一下吧。这是网友在华纳园区拍到的一张无人驾驶测试车，虽然经过了重度的伪装，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你说别的公司伪装车是这样的，而老马的车全身贴满黄色绷带跟个滑稽的大香蕉一样。大香蕉，一条大香蕉，一看就知道谁家的。从照片上看，这辆车的体型基本上跟之前曝光的原型车类似，这是一台2座的小车。如果大家没有概念，可以参考一下 Smart 的大小，当然它比 Smart 应该会更长一点，拥有更多的储物空间来放置行李。这张图片后面跟着一辆 Model Y， 也可以很好的对比一下大小。细心的网友发现 Cybercab 的车顶不是平的，是有犄角的。现有些地区对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法律规定通常要求传感器冗余，以确保安全性。因此很多人推测特斯拉会加装激光雷达，我个人持保留态度因为这很不特斯拉。另外网友还观察到这台车的后轮要明显大于前轮，就此也有很多人推断特斯拉会采用轮毂电机，究竟有没有可能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盘一盘 Cybercab 背后会有哪些黑科技的加持。首先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一台类似共享单车的共享汽车，成本决定了它铺开的量和盈利能力，成本控制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题。同时它也是传说中的 2.5 个 W 美金的 Model 2的同款车，安上方向盘和脚踏板呢就是 Model 2， 所以成本控制是我接下来会多次提到的事情。好，我们先来聊聊电池。大部分人的观点是会采用4680电池。最近特斯拉解决了生产的一些问题，4680产能卡脖子的状况得到了缓解。虽然4680拥有更高的能量密度、更低的生产成本、更快的充电速度，确实挺不错的，但成本高其实铁锂也能符合要求，热稳定性好，不易发生热失控，适合在各种运营环境下稳定运行，循环寿命高，高频次的充放电也没有问题，似乎更符合 Robotaxi 的大规模运营需求，而且技术成熟，原材料价格很低，供应充足，有助于降低整体的成本。我们知道电池在 EV 总成本的占比是最高的，所以我觉得电池用铁锂也是合理的。当然4680可以做得更小巧更紧凑，其实 Cybercab 不需要OK， 我们来猜测一下Cybercab 会用多大的电池？
我们知道 Model 3有2款电池，60度的铁锂和78.4度的3元锂电池。那 Cybercab 会用到多大的电池呢？来打在公屏上，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我个人觉得 Cybercab 一定是一块小电池，有多小呢？我预计会小于50度、40度或者30度都是有可能的。这背后是巨大的成本节省，这是台非常高效的2人座小车。怎么理解呢？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老头乐，所以在这个体量上思考，铁锂还是3元锂重要吗？当然 Cybercab 也有可能分成2种配置运营版的用铁锂，家庭版的 Model 2用3元锂。好了，你觉得会采用哪种电池呢？1铁锂，2 3元锂，3低配铁锂，高配3元锂。来打在公屏上或者留言告诉我。紧接着我们来聊一下电机的配置直接给结论，我个人趋向于后置单电机一个版本。接着上一条，小车小电池配单电机是效率成本的最优解。那会不会用上面提到的轮毂电机呢？我觉得不会。轮毂电机能带来什么？可以节省出一点点的车内空间，因为减少了传动的损耗，驱动效率会略微提升，可以实现灵活的驱动控制，可以独立控制轮速，提升操控和稳定性。那轮毂电机的缺点呢？增加了簧下质量。轮毂电机的重量是直接反映在车轮上的，电机越重，车轮越重。另外，散热是个问题。电机工作会产生大量的热，不仅要做特别的设计来散热，冬天这部分能量非常可观，相当于就散发掉了，无法回收利用，就浪费了。那轮毂电机裸露在车轮部位，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增加了设计和制造的难度。轮毂电机的成本也更高，使用起来还是要小心的，不太耐造。在这样一台体量的车上，我认为特斯拉不会冒险运用这个还没有成熟的技术，除非是非常非常牛逼的突破，否则在我看来，我看不到特斯拉不用自己擅长的低成本高效率电机的任何理由。另外，为什么是单电机？这里不排除以后 Model 2会推出双电机的版本，但是这是一台小车，目前特斯拉的任何一台电机放上来都是大马拉小车，再加上这台车铁定会用线控转向因为冗余嘛，车头位置就要放2台转向电机，再加上热泵HEPA 高效空气净化系统会大量占用车头的空间，所以再放前电机会非常局促其实也没必要，一台电机其实就足够了。另外问大家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前备箱呢？来，1会有，2没有，打在公屏上。那我个人不认为会有前备箱，如果有，那就是炫技了，绝对是个亮点，超出预期。因为要做出这个前备箱，就意味着更高的集成度，更高的成本。如果没有是正常的，毕竟体积放在那儿出租车嘛，不是家庭用车。但是后备箱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空间因为要满足放置2个人的各种型号行李箱的要求并且还要放下具有一定长度的物体比如高尔夫球包折叠自行车之类的物品，并且是要设计成方便取放的。好像扯远了，顺便把车头车尾的布置也一并讲完了。好，悬架，这不是一台驾驶者之车所以舒适性和性价比是第一优先考虑。注意我又要说成本了。前悬可以是麦弗逊，也可以是双叉臂，虽然双叉臂的操控性更好，但考虑到成本和结构复杂性，麦弗逊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毕竟空间占用小嘛。当然还是成本的问题空间的成本和制造的成本。后悬的话，多连感会舒适一些，但调教好的扭力梁也不是不能接受同样考虑的是空间的成本和制造的成本。刚才说了，线控转向steer by wire 肯定会采用的，一体压铸和48伏的低压电系统也是非常确定的选项。如果要采用全新的 Unbox 生产线进行高效生产，至于什么是 Unbox， 我在解密 Cybertruck 的影片中有详细的解释，大家可以考古一下。那如果要采用 Unbox 产线，一体压铸和零部件模块化是一定的操作这样也使得 Optimus 作为操作工加入产线成为了可能。那之前的猜测是会采用更大的压铸机生产一整个底板的大压铸件但是特斯拉的思路也是在转变。现在我更趋向于他们会采用通过优化重新设计模具，复用老的压铸机压出更大尺寸的压铸件，比如 Cybertruck 的前铸件，这样能减少设备的投入，换个模具就能生产不同的车型所以整个底板很有可能还是由2个铸件组成的。那48伏低压系统是非常确定的，直接就是 Cybertruck 上面的那套方案就行。另外要真正发挥 Unbox 的效率威力呢，要不要喷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就牵扯到了车体的选择。传统的喷漆车身工艺成熟，因为可以选择颜色相对来说选择更多一些，但成本较高，工艺复杂。我在 Cybertruck 一集中解释过，有没有喷漆车间对整个生产线的效率来说是完全2个概念，同时在喷漆的过程中还会挥发出有害气体，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更大。那
外骨骼可以免去喷漆、烘干和反复拆装车门的步骤，车体的耐用性好，结构坚固，抗刮擦、抗撞击，能够更好地满足运营车辆高频次的使用场景，外观也更有科技感，走在路上更拉风。那不锈钢面板的生产都是 Cybertruck 现成的设备，成本是有优势的，缺点嘛，可能会有一点点重，颜色比较单一。那大家是喜欢像 Model 3那样的喷漆车身，还是像 Cybertruck 那样的外骨骼设计呢？来，1喷漆，2外骨骼打在公屏上。好，我再来说说补能啊。虽然前段时间曝光了特斯拉的无线充电专利啊，我也看了一下，主要是讲如何自动调整线圈的位置和算法，来更高效率的进行无线充电。那无线充电当然是有很多的优势啊，比如便捷啊，车只需要停放在指定的无线充电区域，系统就可以自动开始充电了，不需要人工的干预或者复杂的机械操作。无线充电也减少了物理连接的需求，降低了充电接口的磨损和故障率，有助延长设备的寿命，安全性和环境适应能力也有提升。不需要人来操作机械热插拔，也避免了很多安全隐患，而且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能进行，跟 FSD 搭配呢，简直是完美。但是无线充电其实也是有局限的，比如充电站的基础建设成本，包括地板的嵌入式充电板和控制系统的安装，这意味着要么改装现有的超充站，要么重新布无线充电的车位再来，无线充电的能量传输效率通常会低一点，这就需要更长的充电时间。家庭日常使用是可以的，往车位一停就不用管了，第二天满电出发。但运营车辆的补能速度就关系到盈利的能力了，对于高频率、高负荷的充电场景不太适用。你想Cybercab 这样的小电池超充可能15分钟就充完，可以再出发了，而无线充电板就不好说了，这也大大影响了车位循环使用的效率。那这个问题可以怎样解决呢？ Optimus 可以让我们的柱格去插拔充电桩，一个超充站布2个机器人就差不多了，一个休息一个工作，不停循环，对吧？短期来看这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案，长期看呢，在一些新建的超充站布一部分的无线充电车位也是不错的选择，但这些也都是成本，不但是充电车位的无线充电设施的成本也包括车体的充电组件的成本。而且因为这个无线充电的翻台的速度低嘛，肯定会造成这个等待充电的车排队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要综合考虑的。那你更看好无线充电还是机器人辅助充电呢？1是无线充电，2 Optimus 助攻，来打在公屏上。好，接下来本来是要聊其他曝光的一些专利的，相信别的自媒体也分析过了比如运用紫外线还有喷射气体等一些手段来自清洁运营过的车辆，常规操作那别人都说过了呢，我这边就先略过了。我接下来的内容很多后面还有很多更深度的思考要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的一些期待吧。作为一款公共交通出行工具Cybercab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类，比如小孩和老人，比如残障人士比如醉酒的，甚至嗑药的，对吧？我希望 Cybercab 能为各种各样的人类做好优化，比如无障碍进入和特别设计的座椅，自动升降的底盘在这个场景中非常实用，但很难实现。还是因为成本，我觉得应该不会采用空气悬架。我猜测 Cybercab 会不会有自动升降的踏板和自动折叠的座椅，加上无方向盘和踏板的设计，可能可以让轮椅也能上车。但即便不能让轮椅上去，能不能找到让乘客先上车再辅助折叠装载轮椅的方法？我相信特斯拉团队是有必要做一下优化的。我看到前段时间特斯拉已经向澳大利亚国家交通委员会提交申请，请求允许在 Robotaxi 中安装旋转座椅。这样的设计允许乘客在无人驾驶模式下自由调整座椅的方向，提升乘坐舒适性和灵活性。座椅旋转和丰富的调节功能不仅可以适用于普通的乘客，也能满足像我刚才说的各类人士的需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对吧？身体各种各样情况的，我希望是都能满足他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开门方式。这扇门肯定是要有助力的，能自动开启的，但怎样开启，我觉得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自己开的是 Model X， 每次接送小孩和老人，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方便。但在学校门口车来车往比较窄的路口我都会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每次都要观察很久，生怕开启关闭的这个过程会碰到周围的行人，甚至是开门砂。所以有时我也会先下车，把阴影门开启的这个空间保护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
日本的出租车很多都是采用轨道一门来确保乘客的便利和周围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 Cybercab 因为车身很短，采用移门的概率也不大。最重要的是移门不酷啊，那不能采用移门，不能用音译门，最有可能的就是类似大鸟那样的垂直向上开启的剪刀门，是配备电机的电动版剪刀门啊，这是我的另一个猜测。OK， 另一个我非常关注的点是内部空间的设计，希望 France 能把龙飞船的座舱和智能家居相结合，因为智能座舱一定不能按照传统的车内空间去设计了，这是属于你的一方天地，人们不在这里开车啊，而是在这里休息、办公和娱乐，就像是科幻片中的时间胶囊，所以要有家居的概念，舒适的可以多变的功能座椅、大屏幕显示、高质量的音响系统，甚至饮料、零食的贩卖机也可能会作为标配，这样可以增加很多的盈利点。还有就是收费的影片、收费的音乐等等的点播，或者是 K 歌，这样可以大大增加盈利点。人们不仅可以用它来通勤，更可以租用它来休息、办公、开视频会议，甚至练歌、打游戏，就真的有点像胶囊旅馆的这个概念一样。想象空间是不是一下就打开了？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啊 ，Cybercab 绝对不是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这个体量。OK， 我们终于聊到了自动驾驶出租车最核心的部分——智能。自动驾驶一直是特斯拉的核心竞争力啊。特斯拉基于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 Full Self Driving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数十亿公里的行驶数据。然而，实现全自动驾驶依然是面临着技术和法规的多重挑战。作为特斯拉最新最智能的机器人产品，理所当然会配备老马最近 all in 的这个埋头苦干的最新成果，这就是 FSD 与 AI 的融合。具体来说就是 Grok 上车，以及与 OpenAI 类似的 Strawberry 草莓思维链算法在机器人领域的应用。Grok 不用多说了，最新的版本有了质的飞跃，它将赋予 Cybertruck 全新的 AI 助手，不仅可以与乘客进行自然语言交流，还能实时协助 FSD 系统进行决策。通过 Grok， 车辆可以更好地理解复杂的交通环境，比如识别行人、车辆、交通标志等等。再加上 Strawberry， 这个草莓是一种先进的 AI 推理算法，旨在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进行多步骤的推理和决策。传统的 AI 算法是个黑箱，中间的步骤是不可控的，而 Strawberry 则更像是一串有逻辑的思维链条，也就是思维链，使得 AI 的决策过程更加的透明和可解释。这对于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那有了这两个技术的加持， Cybercab 可以有望获得超越人类的理解力和智商的超级智能助手，能综合各种因素完成复杂的多步骤场景的任务。那这里能聊的就太多了，这集已经很长了，我们先打住，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细聊。总之 Grok 上车绝对不仅仅是关乎 Cybercab，是一整个产品线都会升级的，让所有特斯拉都能够更智能。那要实现无延迟的快速语音交互，就要在本地部署轻量化的端模型，这就牵扯到车机芯片的优化。虽然 AI 4.0 的算力非常强大，但智驾本身就是非常吃算力的，再加上还要部署本地化的小模型。我期待这次发布会会有硬件方面的消息啊，至少会做一些版本的优化吧。至于 Hardware 3.0 之前的硬件确实就有点吃力了。相应的，我相信特斯拉会为 Cybercab 集成 Starlink 通讯系统。现在的 Starlink Mini 已经非常小型化了。最近我一直在惊叹特斯拉是如何把一个相控阵天线做到如此之小如此之便宜，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那配合 5G 网络 Cybercab 可以保证不管是市区还是偏远的没有蜂窝网络覆盖的地区，都能实现高速低延迟的数据传输，不仅为智驾提供保证，最重要的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远程控制，甚至是远程接管。说到远程控制呢，另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点是，如果 Cybercab 被困住了怎么办？特斯拉会不会设置一个远程协助中心呢？我们知道国内的萝卜快跑是有远程控制中心的，规模还不小，遇到任何问题都有人可以介入，远程接管车辆的控制，开启远程代驾服务。那 Cybercab 走进了死胡同，被困住了会怎么办呢？一是认为由远程控制中心协助，二是利用自身的脱困算法打在公屏上。我们来讨论一下。我趋向于在初期还是会设立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其实成本也不会太高，完全可以把这个控制中心设在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或者地区，因为通过 5G 和 Starlink 是可以轻松控制在全球各个角落的任何一台特斯拉，就像打电动一下。好，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这次会不会是一个期货。 Cybercab 肯定又是一个期货。你看新一代的 Roadster
2017年公布的吧，一晃7年过去了，还没有量产，一点消息也没有。那 Cybercab 也不可能一公布就满街跑，但是老马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公布 Cybercab， 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眼下纯电车销量趋势放缓，全球市场也在不断的摇摆。前段时间还爆出了纯电车主改开油车的这种新闻，不管真假吧，我认为是假新闻。但特斯拉需要一款能够刺激市场、打开想象力的产品，激发普通的民众对未来出行的期待，进而推动这个品牌价值和市场的认知。这是会决定是否在智能化的下半场继续保持遥遥领先的一招重要的棋子。虽然是期货，我个人推测 Cybercab 也不会离我们太遥远，这应该是目前特斯拉内部最高优先级别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制造 Cybercab 的所有技术特斯拉都已经具备，不像 Roadster 啊、Cybertruck 几乎就是平地而起几乎就是再发明一台车。而 Cybercab 需要用到的技术都是特斯拉这么多年武器库中的成熟工具，无非就是出于成本和应用场景的考虑，选择用哪个不用哪个。而推向市场唯一需要考量的，或者说是需要 match 的，是 FSD 的成熟实际。我们知道，近来特斯拉在端到端的纯视觉自动驾驶领域获得了巨大的突破， FSD 离真正能够符合自动驾驶出租车的要求越来越近了。而 Cybercab 真正能上市的时间点跟 FSD 的真正能应用是契合的。那消息说呢，这次发布会还会带来新版 FSD 可能是13，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好吧，这就是我个人有关 Cybercab 的一点点思考。是不是行业内最具深度的分析，我不敢说你们来评价。别走，还没有完。最后的最后，我们来猜一猜，会不会有 one more thing 吧？有的话是什么呢？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我猜一定会有 Optimus 的最新进展。那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灵巧手的改进之前老马提过会开发一个更多自由度的手，之前只能做这样的抓握动作。它在抓握东西的时候呢，对应的角度都是固定的，是死的。我推测新的灵巧手可以增加指根的这个横向调整，这样会大幅度提升手的灵巧度。另外一定要关注触觉传感器，也就是电子皮肤的最新进展。那我这里也没有办法展开讲了。电子皮肤呢，一定是机器人领域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口。想听我详解的话，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对吧？另一个可能的 one more thing，我想来想去，可能就是 Roadster 的最新消息。这个大家觉得概率大吗？好吧，那今天这集呢就已经太长了，就先到这里了。等发布会结束后，大家一定要回来聊聊，看我猜对了几条，我在评论区等待大家。好吧，我是你们的 Wayne， 很高兴回来干视频，见到你们真好。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Peace。